第三代的 Mazda CX-5 终于亮相，终于跟我们见面。那为什么我说终于啊？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面，Mazda 它一直专注在它的后驱平台，像 CX-60、CX-70、CX-80、CX-90，然后着重都是在北美市场跟欧洲市场，然后都是越走越高端，似乎好像已经遗忘了，似乎好像已经忘记了它还有一个热销的 Mazda CX-5。当然这是第三代哈，我知道在一些市场他们习惯叫什么小改款、中改款、大改款，可是明明白白的它是 New Generation 第三代，全新一代，它是换代，它不是改款。因为我觉得每次用改款会混淆人家 OK， 所以它是一个新的 Mazda CX-5。说到底什么地方新呢？主要就是你看得到的车头、车尾造型、车身的尺寸。但 before 我要讲我对这个改款的想法之前，我觉得 CX-5 啊是对于 Mazda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品牌，它是让 Mazda 走出后 Ford 时代的一个产品。像如果熟悉 Mazda 历史的朋友都知道，在大约2012年之前， Mazda 一直都是处于Ford 的一个隶属公司，这样子，就是它很多东西都是跟 Ford 共享平台、共享引擎、共享各种的部件等等，除了 Mazda 啊。可是走出后 Ford 时代，它没有被 Toyota 收购，它没有跟 Nissan、Renault 联盟，它也没有跟 Honda、Subaru 或者是其他的日本品牌一起联盟，大树底下好乘凉。但是 Mazda 没有。这个来自广岛的日本品牌啊，有着广岛精神。什么叫广岛精神？就是大家知道广岛是全世界唯一还是唯二被原子弹过的国家的城市，所以在广岛的工程师，在广岛的铁匠永远都有一种从废墟走出来的这一种。所以 CX-5 是他们第一款搭载创驰蓝天技术 Sky Active 的这个概念，所以 CX-5 是让 Mazda 从这个废墟当中走出来的一个产品，也经历了第一代、第二代，再到现在我们看到第三代。那我自己认识的朋友当中就有非常多是从第一代 CX-5 换成第二代 CX-5 的，你很少会看到这样子的情况，就好像人家 Accord 换 Accord、Camry 换 Camry 这样子。所以 Mazda 已经给人家这种感觉。所以不管网上怎么讲，不管你在底下评论看到那一些从来没有体验过 Mazda、从来没有去过 Mazda、从来没有开过 Mazda、没有拥有过 Mazda 的人，他是不明白的。OK， 他会用 Toyota， 他会用 Honda， 他会用 Nissan 的角度来看 Mazda， 但 Mazda being Mazda， 他从来都不走别人的路，他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因为他不是 under 任何一个大集团，他是相对独立的一个日本品牌，所以他走的 Kodo 哲学、人马一体的东西等等，他很虚，但其实他也很实，虚虚实实，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去体会。Right， 所以当然你知道吗？在过去第二代 CX-5， 很多人不考虑 CX-5 而选择其他竞争品牌的 C segment SUV， 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个，可能它不够力， 2.5 Turbo 不够力了，我指的是 2.0 NA、 2.5 NA 不够力。别人都在用 Turbo， 别人都在用小 CC Turbo， 可是 CX-5 一直都在那边，大引擎、大排量、Rotate 很贵等等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它的空间不够，行李箱空间不够，或者是乘坐空间不够等等。所以第三代的 Mazda 呢，它的轴距直接从2700个 mm 加长了115个 mm 去到2815个 mm， 所以这一个加长已经让它从一个 C segment SUV 直接跳到 D segment SUV 的这个领域里面。 OK， 这你不要看115哈，你拿一把尺来量，不是这样的概念哈。在轴距方面加115已经是跨 segment 的一个加，另外 boot 也增加了61个公升，加宽15个 mm， 加高15个 mm， 所以这样子做很明显就是为了要回应市场上长久以来一直都觉得 CX-5 不够大，现在 Mazda 也不再坚持什么你知道吗？驾驶者为中心，你要大我就给你大咯。然后第二个被大家讲的就是萤幕太小，萤幕看不清楚，像素不清等等。那这个其实在 CX-60、CX-60 已经改了啦，但是现在去到更过分，现在直接把 Mazda 引以为傲的 Mazda Connect 旋钮抽掉，
6080还有保留，但是这个是直接拿掉，就变成给你放一个 wireless charger 还是什么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可惜，我有点震惊，因为我觉得 Mazda 是 last man standing 啊。你看我那天在上海看到最新的 Lexus ES 已经面目全非啊，变成是中间一个萤幕主宰所有的东西。那我看到 CX-5 的时候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自己用这 Tesla Model 3作为这种一个大萤幕主宰所有系统的鼻祖 ，OK， I get it， 我喜欢这样子的东西，我觉得没有问题，我不会像很多人讲啊，一个 button 如果 button 有问题啦，blah blah blah， 我没有这个问题。可是问题是它是 Mazda， 它是 Lexus， 只要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 Tesla 就够了，我们不希望看到第二个 Tesla、第三个 Tesla、第四个 Tesla，there's only one Tesla and only one Mazda。就可以了，所以我的点是这样子，我不是不能够接受一个萤幕做所有东西，我是不能够接受所有人都向时代低头，用回那个东西，明白意思吗？但是他也，我的意思是呀，我看到我们对于传统被舍弃的不舍，但是我们也看到重生，我们也看到 Mazda， 这是第3代 Mazda CX-5 是第一款采用 Google Built-in 作业系统的一个 Mazda， 也就是讲说就像我们在 Volvo 看到这样子，你一上车你不用去什么 Apple CarPlay、Android Auto， 它车子里面就有给你Google Maps， 还有 Google 的 AI Voice Assistant 等等，然后它还提供 Google Play Store， 你可以去里面 download app 等等。我觉得就这个长远性支援 OTA 等等，这个肯定是好过传统一个萤幕很多 panel 很多 supplier 那个 right 再来高配的一样给你12个 speakers 的 Bose 音响，全景是玻璃车顶、玻璃天窗等等，这些东西都是没有打折扣的。当然因为这一次的全球发布，这一次的国际发布会，它主要针对的还是在2025年底会推出的欧洲市场，所以欧洲市场为了要符合 Euro 6E 的这个排放法规，所以不只是 Mazda， 你会观察到大部分的汽车品牌他们都 detune， 可能从 180P detune 到 150P， 从 150P detune 到 130P， 你要永远要记得 Euro 6E 是一个极其难达到的一个标准，它已经不是原本的 Euro 5、Euro 6了。所以他们提供的单一的 variant 就是 2.5 liter MHEV， 你车子的电池是 12V 的系统，它是 24V， 它甚至也还没有到48伏或者 PHEV 那一种，所以符合欧洲的排放法规，在欧洲谋求最大的利润是 CX-5 的第一个任务，利润，企业追求利润，企业追求生存空间。但是它没有大树，它没有 Toyota， 它没有 Honda， 它没有 Nissan 都 所以它必须要很清楚很 sharp， 它只可以走这一条路。当然有一个大家会发现到的就是我刚才前面讲走就是2815嘛，这样 what about CX-60？ CX-60 是 2870mm， 然后目前 Burmaz Auto他们从日本 CBU 进口的 CX-60 是卖200510 200千510块，2.5 liter NA， 所以比较没有那么新的引擎，但是 CX-60 是 8-speed automatic gearbox， CX-5 就是6-speed automatic gearbox。因为 CX-60 它毕竟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后驱平台的车子，引擎在前面 of course 就是车子是由后轮来驱动它，所以 60、80、90 是 premium segment。OK， 所以 CX-5 它还是一个 mass production， 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要追求最大的销量、最大的利润的东西。所以我觉得基本的格局不能改，它还是一个前驱为主的车子。OK， 虽然我对它有很多的意见，像是它的外观造型改了，好像没有改这样子，而且它也大量的舍弃掉了传统 logo， 用 MAZDA 的这个 wood type， 这个叫什么 type 了 ？type 有一个字的叫什么 type 的来形容这种用 logo 用一个文字用 alphabet 取代 logo 的这样子的东西 logo type。 OK， 虽然我对它有很多东西，不过我个人啦 as a Mazda 的粉丝 as a Mazda 的车主，我非常有信心，如果现在开着第2代的 CX-5 的人，他开了10年，他开了10万公里20万公里，如果他看到这个第3代的 CX-5， 他会选择这个第3代的 CX-5， 就算他不会选择这个第3代 CX-5， 他也会买 CX-60 或者过后可能有 CX-80 等等。我个人非常有信心啦，因为你已经在 Mazda 的系统里面，你已经融会贯通，你已经打通，你对
Jinba 一代的任督二脉之后，我觉得这个东西你more on是抱着 appreciate 呀，你会不舍得传统，但是人总是要前进，人总是要迎向未来，你总不可能抱着旧有的思维在那边哭没有用的 ，OK， 我们走出未来，这才是一个长远之道了 ，OK， 呀，你还是有情怀，但情怀别贪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还是要有些东西要自己跟自己的那个告别自己的小孩啊，告别自己内心的小孩，要勇敢的迎向未来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是我对第3代 Mazda CX-5 的一个看法。OK， 所以我是最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， 看一下 Facebook page。See you in my next video。去万卡。